你是刚刚入阁的吧？这么多内阁大臣都持重不言，唯独你胆子不小，越级上奏了。皇上圣心烛照，臣下才敢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好啊，说得好啊！朕有你这样的忠臣，何愁那阉贼不灭呀？夏爱卿，请讲。臣以为，皇上若要兴兵伐燕，军粮必成首要之事。此时减负，无异于自抽腹心，万万不可。臣有一策，既可平祸乱，又可免刀兵之苦，但只怕有悖圣意，请皇上恕罪。你说吧。朱棣的勇略，不下于开国将帅徐达、常遇春等人。朱棣所部燕军也多为北疆悍勇之徒，而朝廷的能征惯战之将，早在先帝年间就已陷入历次档案，被诛戮殆尽。因此，如今天下有急，却良将难觅。臣以为，朝廷即使调集大军剿灭了朱棣，也势必两伤。更何况，也许朱棣未平，其他藩王又反。也许就在朝廷与朱棣恶战的要紧关头，前元余孽、北没马贼趁机攻略内地，导致朝廷处处应敌，致使战事连绵不断，导致百姓蒙难，国库空虚，粮饷殆尽。臣担心到了那个时候，玉石俱焚，祖宗基业会于一旦呐。你的意思是，剿呢，还是抚呢？剿抚两侧，皆非对症之药。朱棣谋反，根源在于削藩。臣建议皇上立即恢复先帝的廷杖之行，守杖之人就是这个夏元吉。臣若能成为建文朝第一个备杖之臣，无异于金榜题名，臣荣幸之至。朱棣素有夺位之心，削要反，不削也反。之所以酿成今日之祸，就是因为削藩之时没有手罢朱棣，反而着眼于什么枝干。如果朝廷再搞什么赐恩招抚的话，就等于重蹈覆辙，终成大祸呀！削藩一策，令众王人人自危，令朝野人心离散，使朝廷陷入了众矢之的。与朱棣战事未开，皇上就已经失去了各藩镇之强援。唇亡齿寒，众王将在兵源和粮饷等要务上处处掣肘。臣以为，当下之紧急是要先废止削藩之国策，一来可消除朱棣借削藩起兵之口实，昭示其反心于天下；二来可受众王及天下人心。你是说，朕要是废止了削藩之策的话，朱棣就能善罢甘休了？朱棣越是猖狂，越会暴露其谋逆之心。皇上不与其交战，正所谓清浊自明。爱卿的意思是让朕等着朱棣束手就擒吗？正是。项羽的战功是打出来的，而刘邦的天下则是等出来的。皇上此时要切忌操切，只需把朱棣困在燕地，围而不打，挫其锐气，耗其精力，待他的粮饷和财力消耗殆尽，将不攻自破。而朝廷此时正好可以抓住机遇，收复人心，稳定后方，储备粮草军力。待朱棣成困兽之时，是剿还是抚，均在皇上的掌握之中。一派胡言！朱棣已反，如果朝廷不大举发兵进剿，岂不为天下效仿？陛下，天威何在呀？皇上，哎，好了好了，都别再争了。为而不打，以静制动，妙计出自何人？夏元吉，一个无名之辈。此人出手不俗，日后必成大器。朱允文如果依计而行，咱们的日子恐怕就不好过了。我听说铁平将军回京城了，留人留不住心，我把他放了。原来平曾以为朱允文身边不过是一些方孝孺和齐泰之流，看来能成贤士也不乏其人呐。
现在最怕的就是朱允炆不打，死拖，燕军耗不起，时间一长，锐气尽失。此次以800破3万，靠的就是锐气2字。殿下不必忧虑，细可鼓而不可泄。我只盼着朱允炆早日派师来伐，以我们的处境，速战速决，才能有胜算。皇上，铁平乃败军之将，丧失辱国，绝不可再用了。铁平如不可用的话，朕能启用何人为将啊？臣力保一人，曹国公李景龙。朕手中这支铜爵，乃600年前宋太祖赵匡胤设宴出征时所用。今日，朕特用它为平燕大将军李景龙赐酒，以壮形色。爱卿，请满饮此爵。皇上天恩浩荡，臣肝脑涂地，以报圣恩。这条通天锡带，乃先帝拜将时所用，朕要亲手为你佩于腰间。爱卿请起。皇上，起来吧。朕唯有扫平天下，方配得起这条通天锡带呀！朕赐予你的第3件宝物，便是这柄天子府钺。至此，爱卿便可统领60万大军，专征专权，踏灭北平。朱允炆进兵了。启禀燕王，原已归降的遵化、怀来2位，听说朝廷的北伐大军来了，便又再度投降朝廷，并有蠢蠢欲动之时。所谓蠢蠢欲动，无非是想配合南军，从北面合围北平。禀燕王，平西重镇永宁已被南军围困，我们囤积在那里的粮草、军械大部已落到敌军手中。啊！粮草、军械都丢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不就完了吗？父王，永宁如果失守，燕军就无法久战了。各位兄弟，朝廷几乎调尽了全部的军力，步步压境，其意图是把所有的燕军压缩到北平城里来，四面合围，困而歼之。但是燕军胜局已定，诸将将创下不世之功。请父王明示。南军此次北伐，已坠入5败之境。其一，主帅李景龙本是个锦绣皮囊，朱允炆弃铁平不用，而拜此人为帅，真是断送大好河山。其二，北方已接近寒冬，而南军不带冰雪，南北两军在冰天雪地里作战，危急交锋，胜负已定。其三，南军是从内地各省匆匆调集而来，将帅不和，上下离心，60万大军仓促北伐，无异于是一群的鹅鸭，一池的蛤蟆。其次，南军千里而来，前后绵延200里，未战先疲，60万大军每日需耗粮草3万担，如此负担，必须速战，否则会以粮尽而溃。其五，主帅李景龙此人贪功心切，刚愎自用，内无人勇，外无威令，这样的主帅根本不配与本王为敌。父王，儿臣愿为先锋，请燕王下令，末将等如何接战？请王下令。朝廷最大的愿望就是攻取北平，各路南军合围的核心也是北平。我们应该利用朝廷的部署，将北平作为一个巨大的诱饵，用以吸引南军兵力，而燕军主力全部拉到外围去，争取逼实击虚，寻机歼敌。父王，你把主力都带走了，北平怎么办？北平仅留护城守军，外加1万精兵，只要坚守30天，我必击溃南军主力，那是北平之围自解。如此，
北平就成为一座孤城了。万一北平失守，燕军就丧失根据了。因此，北平必须死战待援，绝不能失守。敢问父王，留谁坚守北平？你，世子朱高炽。高炽，燕军将士的骨肉都搁在北平了，你担当得起吗？禀父王，儿臣担当得起。儿臣誓死固守北平30天。好，你们都听见了，本王的妻儿在北平，你们的妻儿也在北平，有世子朱高炽坐镇，30天里，北平将魏如泰山，牢不可破。众将听令，儿臣在，末将在，末将在。我们毕竟是冒着巨大的风险弃城而战，所以在30天内，我们必须歼灭南军主力，以解北平之围。遵命。莲心姐，开开门吧，是我呀。莲心姐，我要走了，我是来跟你告别的。将要远赴险地，消灭沙场。其实我这样做，跟所有的燕军将士一样，我为的是义举，为的是护佑我的亲人。虽然胡成不是好人，但是孩子是无罪的，他和你我一样，同命相连。咱们从小家破人亡，身逢大难，这孩子比你我还要苦。莲心姐，把他生下来吧，以后我就是孩子的舅舅。你们俩一定要平平安安，我一定会活着回来。使夏元吉奉旨觐见燕王。特使夏元吉奉旨来见燕王。见了本王为何不跪？夏元吉上跪天地圣君，下跪父母祖宗。燕王殿下此刻已经起兵谋反，在下还从未跪过逆臣。你倒有些胆子。燕王夸奖了。
在下的胆子，也仅仅是大过燕帝而已。夏元吉，你以前登过北平城吗？从来没有。印象如何？不愧是铁壁雄关。不瞒你说，本王每次登城都在想，要是有100万大军来攻城，那该有多好啊！否则，真是可惜了这座雄关呢。燕王雄心万丈啊！请燕王接着往下想。战事一开，血漫雄关，两军将士的尸骨堆砌的将比这北平城墙还要高，而他们都是大明的男儿，是先帝的子孙呐。因此，这雄关还是住而不用，让它废弃了为好。萧元吉，你在朝中所任何职？官居几品呢？户部主事，在下官居6品。大材小用了。朱允文无识人之名啊。皇上量才用人，不在于官职高低。说吧，朱允文让你传什么话？皇上给燕王2个选择：一者罢兵休战，上表谢罪，皇上将会恢复燕王的尊号，仍然驻守北平，如此国家幸甚，燕王幸甚。本王倒想听听第2个选择。皇上在先帝陵前盖好茅屋一间，北伐大军拿获燕王后，将置于茅屋里为先帝守灵。燕王每日需书写皇明祖训30遍，直至终生啊！我那侄儿倒是挺疼他四叔的，只可惜说出话来，还是满嘴的娃娃气。燕王，天皇贵胄，未可要背逆朝廷。恕在下斗胆相告，燕军虽然骁勇，却只有区区数万；燕王虽然善战，却是以北平一隅而敌天下。在下给燕王算过一笔账。说吧。当今皇上拥有雄兵100万，而燕帝即使是妇孺皆兵，也不过10万。如此，殿下已经输了第1步。两军交战，打的是粮草。皇上富有全国，拥有屯田400余万顷，而燕帝只是一个零头。江南一带1年2熟，富国养兵绰绰有余，而燕帝1年1季，百姓不吃不喝也养不起10万军民。殿下又输了第2步。皇上的军屯之中，待级士卒不下200万，2丁抽1的话，又增雄兵100万，而燕军后继无人，伤残无补，消耗殆尽。殿下再输了第3步。皇上按祖制承继大统，名正言顺，而你以下犯上，以邪欺正，与天下为敌。如此，燕王将满盘皆输，无一丝胜算。你肚子里装了不少东西，是个好管家，也算是个奇才。可惜你一肚子呆上，鼠目寸光，胸无大略，活脱脱一个瞎算盘。燕王是被我说疼了吧？你的账算得一点没错，但是你却忽略了一点：人心。本王只告诉你4个字：顺天应命。
北平城就交给你了。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，不要丧失信心，父王一定会杀回来的。儿臣领命，请父王相信，北平城绝不会失守。好。城中多数是燕军的家眷，民心可用，众志成城。你把青壮年组织起来，参与守城，这样又多出几万将士。遵令。李景龙兵临城下之后，不管他怎么挑衅，你都不要离城出击，切记。儿臣记住了。父王珍重。撤！殿下，我军先锋已出城门。出征！出征！姐妹们，我们都是燕军的亲女，我们的丈夫和儿子们都随燕王出征杀敌去了。如果南军破城，那么我们就将落入叛军之手。所以，北平城就是我们的命根子。从今天起，凡我燕军姐妹都要参加护城，运砖石、送粮草、救伤员。我们也要助燕军将士们一臂之力。二王子，二王子，燕王令我们押运军粮，万万不能耽误啊！马和，你不去前面探路，来这儿瞎吵着什么？二王子，殿下有令，粮草乃兵马之本，责任重大呀！哼，放屁！不让我去阵前杀敌，却让我来运这些破东西。哟，马总管呀，又在上蹿下跳，发号施令。王将军，传我的命令，你带着粮队立刻就走，天黑之前务必要赶到红山营。都听见没有？说你们的，赶紧上路了，还磨磨蹭蹭的，等着割卵子呢。磨磨蹭蹭。来，行，起来，都起来！起来！王将军，马某虽然是个太监，但是我有和你一样的肝胆。哼，王爷严命我节制全军，望将军自重。兄弟，我跟随燕王征战多年，从来没受过宦官的节制。您呐，还是上马溜达去吧。兄弟自然不负王命，会按时将粮草押解到战地。好，我先行一步。太阳落山之前，全军在红山营会齐。如果持物的是我马和的话，请将军杀我；如果持物的是将军，请您自引军法。哼，什么东西？马总管，这帮武夫已经多次侮辱我们了，您对他们也太宽容了吧？侮辱我们倒还罢了，竟然不把您放在眼里。住口！我告诉你们，此事关系重大，弟兄们无论受到多少侮辱，必须忍辱负重，都记住了吗？遵命。撤！据报，朱棣已经弃城西窜，北平已经沦为一座空城。明晨起，三军各携5日口粮，加速前进。现日行100里，3日内赶到北平城下，完成合围。歇息1日后，即刻攻城。遵命。铁老将军，
为何不领命啊？朱棣用兵，深得先帝真传，善于声东击西。他既然弃城不顾，游窜在外，就必有所图。大将军多虑了，我有60万大军，而燕军不足8万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朱棣避而不战。如果他举兵来袭，本帅求之不得呀。末将就直说了吧，大将军之所以想速速拿下北平，是为了向朝廷奏捷。但平燕的关键是消灭朱棣，而不在于一座城关呐。放肆！如果你不服将令，莫怪我请出天子府狱。末将遵命。田大将军，昨日你曾向本帅谏言，要本帅分兵一支奔袭朱棣的粮草大营。正是。两军交战，粮草是命根子。哎，这差事就交给你了。求你领3000兵马前去奔袭。你这是要赶我走啊！大将军，那朱棣的粮草大营必有重兵把守，3000兵马如何够呢？铁大将军身经百战，我看足够了。哼！二王子啊，兄弟们都累了，还是歇一会儿吧。不行啊，天快黑了，不赶快走就到不了红山营。哼，到那时，马和又要在本王子面前唠叨个没完了。不歇歇马走的会更慢。再说了，这几千燕军是应该听您的，还是听马和的？兄弟们早就忍不下这口气了，要不是看着您的面子，别说了。倒也是，兄弟们跟着我，不能到前方杀敌建功，还要受这种鸟气。行，今天晚上就在这儿歇一宿吧。二王子有令，扎营歇息，扎营歇息。来，李景龙这个书生，这不是明显排挤我们吗？将军献计，他可以不听，不能让我们率3000兵去袭击燕军粮队吧？3000兵足够了，咱们今天就给他上一课，让他知道，这些战法不是从书上读来的，是一刀一枪磨出来的。走，撤！我也来一口。二王子，赶快走吧，我们绝不能在此安营啊！赶到红山营，粮草才能平安呢。定是南军来袭我粮，赶快迎敌！二王子，大事不好了，南军杀上来了！好啊，哈哈，终于见到鬼影子了！兄弟们，上马，随我杀敌去！走！哎，二王子，不行啊，将士被你带走了，粮队怎么办？交给你了，走！二王子，保护粮草要紧呐！放手！不能出计，小心上当啊！走！二王子，二王子！
们上当了！二王子都是草人，我们上当了！赶快迎敌，铺好粮草！弟兄们，跟爷冲进去！见人就砍，见粮就烧，冲啊！迎敌！启禀燕王，李景龙分兵一路大军奔袭北平城，亲率大部人马向郑村坝赶来。退下。是。燕王，快下令吧！打完李景龙还得回援北平呢。燕王，末将愿打头阵。众将听令，末将在。半个时辰之内，收拾好所有的东西，后撤50里。为什么要后撤？为什么？燕王，末将没有听错吧？3万对18万，正面硬碰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李景龙人多势众，来势汹汹，可他都为步军，而我燕军以骑兵居多，惯于野战。想要不被巨蟒缠死，只有跳出来，把他一段段切开。我们就是要用不停的奔跑，把李景龙的战线拉开，分散开他的全部兵力，然后伺机各个击破。现在就等粮草了。马和的馒头大饼一到，立即把人喂饱，马吃足，让战场活跃起来。李景龙将疲于奔命，我军取胜指日可待。把我吓了一跳，我以为燕王想退兵弃城了呢。这一脑门子汗急的。殿下，有军情禀报，讲。末将分派出3支少骑，直奔60里之外，仍然没有见到粮队的踪影。
粮草该在15天之内赶到的，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。军中的存粮仅可维持2天，而李景龙的大军就快要到了。这么快？据贫僧所知，马和还从来没有误过事。等。马总管，家全烧完了，粮食全烧完了。父王，我心不甘呐！住手！我要活得痛快，死也要死得干净。二王子，该以死谢罪的不是二王子，是我马和。燕王命马和建军，押运粮草，可是马和没有想到，战地险恶。是我下令在林中扎营的，我犯了兵家大忌。这件事不怪你，也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二王子，既然你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，就要替燕王殿下把这一仗打赢了回来。我告诉你，死太容易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现在燕王要以3万兵马对付朝廷的60万大军，他需要的不是死人，而是一个生龙活虎的战将。如果你真的是男子汉，那就要上能牵得住天，下能镇得住地。这样，你才算是一个英雄好汉。
子，你勇武过人呐！拼杀疆场的本领，比马和要胜过10倍。我死了，算不了什么。我还可以替燕王留下一把利剑，一柄雷霆万钧的铁锤。你把我斩了吧！把我斩了！斩了我，披着我的头回去，向燕王谢罪，然后再去找李景龙，把他们一个一个的人头都砍下来。老的，你说的对，咱谁也不死了。要死，也不能死在自己的剑底下呀！找李景龙算账去。禀大将军，郑村坝一带发现燕军流窜。哼，他来他的，我打我的。我们就此分兵，着你领18万大军直取北平。本帅领兵30万，亲往郑村坝迎战朱棣。大将军，朱棣不正想把你引到郑村坝吗？为何你还主动前往？如果本帅只有10几万兵马，自然不能上当。但我们的兵力是朱棣的10倍有余，何惧他故作疑兵？末将遵命。传令，左军3位随我北上。殿下，末将亲自前往探看，敌军满山遍野，远远不止10几万啊！那有多少？一眼望不到头，末将估计接近30万。殿下，还有，末将在回来的路上遇见2王子的兵勇了。快说，粮草何时运到？那兵勇说，铁平率军偷袭粮队，焚毁了全部粮草。监军马和与2王子高旭生死不明。我怎么会忽略了铁平这个劲敌呢？朱高煦、马和这2个蠢材，本王要把他们碎尸万段！哎，殿下，那我们是否赶紧退军呢？不准退！两军交战近在咫尺，退兵如山倒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提前开战。你去饱餐一顿，准备决战吧。末将遵命。大师，此战可能是本王的最后一战了。燕王为何如此悲壮？人亡我犹可战，天亡我不可悔。今天是第16日，朱高煦、马和丢了粮草。本王原指望与李景龙的10余万兵马巧为周旋，拼死一搏。可现在面对的是30万大军，郑村坝无险可守，打不赢，走不了。我们无一胜算，只能一死以求名节。本王就留在郑村坝，你们想走的，本王绝无怨言。
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，是本王连累了你们。殿下不走，末将岂可偷生啊！这是本王写给北平守城将士的军令，放弃抵抗，献城归降。张玉，派人送去。殿下，不能啊！殿下，末将宁死不降。这是给朱允文的，本王恳求他在我死之后，不要滥杀无辜，不要伤害跟随我的将士和他们的家眷，一切恩怨由本王一个人来承担。朱允文心地仁厚，想必会答应本王的，请大家放心。殿下之情深意厚，末将替将士们心领了。但是，末将自从跟随殿下那天起，就没想过要离开殿下，更没想过背叛二字。殿下不生，末将不生；殿下不死，末将不死；殿下不生，末将不生；殿下不死，末将不死。殿下不生，末将不生；殿下不死，末将不死；殿下不生，末将不生；殿下不死，末将不死。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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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。没想到你帮了我这么多年，奋斗这么久，现在却功亏一篑。大师啊，是我把你拖累了。殿下何出此言？一切将在郑村坝了断。大师还是走吧，走得远远的，隐姓埋名，了此一生。燕王是让贫僧逃命？哼！我如果战死，还有个烧香超度的人。恕不远送。贫僧临别有一言相赠。大师请讲。燕王天生龙种，还望好自珍重。就此别过，阿弥陀佛。旗手何在？旗手2名，护骑兵8名。
已经全部就位。今日之战，视死如归，荣辱当先。只要本王活着，这杆大旗就不准倒。遵命！遵命！遵命！两军交战，勇者胜。出征！撤！攻城！杀！给我杀！
算他有种！接战吧！小雪球喂食了吗？千万别饿着他。是。什么燕军三位？我看不过如此而已。铁皮老儿，带爷爷我回去换了兵器，再来给你送终。爷今天不杀你，回去告诉朱棣，昨日不杀之恩，爷今日还他一员大将，两不相欠了。快！李景龙逼在那里，弟兄们，跟我抄李景龙的后路！
少人？30余骑。我率领着30骑直冲李景龙，吸引南军主力。求佛，你趁机突到外围去，从侧面攻击，放弃周边的敌人，直扑中军。只要消灭李景龙，南军就会崩溃。遵命。大将军，你赶紧命令弓弩手放箭，射死了朱棣，燕军必败。不准上朱棣！皇上有旨，令我活捉朱棣，进入京城，以向天下人显示圣君恩德。大将军，现在是两军交战的关键时刻，如果你战败了，你拿什么显示圣君恩德？任何人不准伤朱棣，违令者斩！呸！不准放箭！皇上有旨，务必生擒朱棣，不准射杀。不准放箭！皇上有旨，生擒朱棣，不准射杀。拿剑来！殿下，李景龙身边足有上万禁军，你只带30骑冲击，太危险了。他的朋友颜值不敢轻易伤我，我可以放手一搏。一方小心！谁放的箭？张悦，殿下，你快走！你说过，本王无死，你不会死的。殿下，你快走啊！只要殿下还活着，张玉就没有白死。给我杀！殿下，你快走啊！阎王，过来，放马过来，过来！停止追击！
撤！撤！为什么停止追击？坡后浓烟滚滚，怕是有伏兵啊！有伏兵怕什么？啊！把所有的兵将都拉上去，务必升级驻地。将军不能把老底都压上去啊！万一个屁！分明是那个妖僧的控城之计。快去！抓不到朱棣，别回来见我。是。殿下，看来贫僧没有吓唬住他们，你快跑吧，我来抵挡一阵。大使，不必费心了。天堂不收的话，那咱们就地狱里见吧。休杀我主！殿下治罪的。马和，你记住，今天在镇村坝，
你立下了盖世奇功。王旗收好，日后悬挂在大堂上，让后世子孙们好好看看。是，启禀燕王，少骑归报，李景龙领着几万残余，已经逃远了。燕王，是否令各营扎营休整？立刻出发，回援北平。遵令，遵令，遵令。出发。拜见父王，拜见燕王。好，本王有这样的世子，无惧于天下。你母妃呢？张玉走了，本王心里空落落的。明日要在这大旗下召集众将，论功行赏。其他人的功名和赏赐，本王都想好了，就是你，不知道该赏些什么才合适。啊，卑职只是个太监。哦，
郑村坝一战，你忍辱负重，立下了盖世奇功。这样吧，本王赐你姓郑，正者正也，堂堂正正。殿下，卑职能够追随殿下左右，已经是天大的福分。殿下的恩宠，卑职无以为报。马和，你愿意更名为郑和吗？郑和，叩谢殿下。好，郑和，起来吧。本王打算把胡城的官邸赏赐给你。殿下，其实卑职不需要任何赏赐。那你想要什么？尽管说。郑和，王妃。郑和呀，你是想要照顾莲心吗？是，莲心姐与小的情同姐弟，她对殿下及王妃也是忠心耿耿。她现在身逢大难，恳请殿下给莲心姐一个妥善的安置，也好让小的多加看顾，以报殿下知遇之恩。郑和，还是你想的周到啊！还不快谢过王爷！小的谢过殿下，王妃。你回来了。莲心姐，你醒了。你给他起个名儿吧。莲心姐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其实我早就想好了，只是担心我起得不好。他是你的外甥，你起什么都是好的。好，那我就说了。他是老天送给我们的一个亲人，他就叫宋天吧。宋天。我希望他长大以后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顶天立地。是啊，莲心姐，你给咱们家生了个顶梁柱啊！现在他就是牵挂你我的一根线。将来，宋天，他一定会为我们撑起一片天。尸首没了，丢了多少？丢了几十具，好像被人在附近就地掩埋了。郑村坝战场附近还经常在夜里发现鬼火。被下葬的都是些什么人？末将以为是南军所为，下葬的定是南军里面的重要人物，可没想到，被掩埋的有南军，也有燕军。是不是周围百姓所为啊？末将问过了，百姓说不是，但有位仙人这几日确实来过此地，出银子征集过民夫。仙人。这个人还经常在夜里出没郑村坝战场，在尸堆里走来走去。百姓还说，这个仙人好像还是个女的，身着道袍，方巾遮脸。殿下，末将亲自问过，百姓还说什么？末将不敢说。但说无妨。
此女很像一个人。谁？王妃。